美国以全年27万亿美元的 GDP 数据华丽归来，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而身为势头正猛的发展中国家，单就数据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似乎正在持续扩大。可奇怪的是，胜利者美国似乎并不高兴，反而无限焦虑，因为这看似光鲜亮丽的数字背后，实际隐藏着美国一个致命的错误。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26万亿，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字。相比于历经坎坷的2022年，中国的 GDP 总量直线上升，增加了 5.2%。但是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就有不少人笑不出来了。原因无他，美国的 GDP 数据也同样出炉了。一直以来，中美在经济上的关系就十分微妙，美国是发达国家的老大， GDP 稳坐第一，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虽然起步慢了半拍，但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一路高歌猛进，扶摇直上。现如今，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也是独树一帜，焕发出崭新的活力与生机。苏联解体后，美国看似打败了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可实际上却陷入了更深刻的危机。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美国却依旧执着于称霸世界，对任何可能的挑战极其敏感，其中中国便被其视为最强劲的挑战者之一。既然是对手，就必须有衡量输赢的指标。几经思量， GDP 占比数据成为了首选。简单来说，这项数值是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比重的直观体现。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占比数字超过了 70%， 就预示着美国正彻底走向衰落，而中国必将弯道超车，成为超越美国的经济强国。因此，每年 GDP 数据发布时，除了关注本身的数值外，中美 GDP 的比值也格外引人注目。此前，中国 GDP 持续上升，占比不断提高，令人热血沸腾。但是2023年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给满怀期待的人泼了一盆冷水。去年，美国的 GDP 总量为 27.36 万亿美元，增长率约为 2.5%。换算下来，中国 GDP 比值下降，似乎距离目标遥遥无期。如此一来，一众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就是中国的未来。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迎来璀璨的黄金时代。在此巅峰时期，日本 GDP 就曾超越了 70% 的关键数字，举国上下情绪高昂。有数据表明，东京所有不动产的价值加在一起，买下半个美国都绰绰有余。可是随后泡沫彻底破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迎来了长达30年的停滞期。直到今日，经济萧条的阴霾依旧未曾散去。悲观者认为，日本的惨剧总有一天会在华夏大地上再度重演。那么，事实是否当真如此呢？看到数据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思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究竟有着哪些弊端，才导致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扩大？尽管反思是必要的，可咱们也不应该盲目反思。在问为什么之前，得先问一句：真的吗？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待商榷。原因非常简单，中美的 GDP 计算方式完全不同，说白了就是两套体系。中国的 GDP 核算以成本为出发点，尽管有时候数字看上去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能够帮助老百姓最直观了解国家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是美国 GDP 核算却是以市场价格为核心。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住房。一直以来，住房消费在美国 GDP 的比重便相当惊人，约占 12% 左右。但是美国并不是会计算有多少人在用真金白银买房投资，而是巧妙地利用数字衡量住房消费的金额。所谓的住房消费涵盖范围甚广，包括租金、物业乃至房屋维修，这些零零总总的项目加在一起，便令美国的 GDP 数值出现了明显的虚高。说白了，这样的计算方式只能反映出资金池的庞大，无法折射出美国民众真实的消费能力。美国民众在享受某些服务的同时，也背负着高昂的债务，两者之间难以抵消，甚至债务会远高于储蓄。更要命的是，美国不单单在住房领域采用这样的计算方式，而是将这种计算方法推广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无处不在的法律服务，看似光鲜的娱乐行业，科研经费吓人的创新领域，处处都充斥着虚假繁荣。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当美国下定决心采用这种 GDP 计算方法的时候，美国已经输了。美国之所以执着使用新算法，无非是想要维系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尊严。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历经100年发展，根基深厚，市场成熟。曾经美国风头正盛的时候，这或许是美国经济里最不值一提的东西。但是当美国逐渐衰微，这竟然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的指望。这道 GDP 计算方法的本质就是混淆概念，用市场的庞大代替消费能力的强弱。哪怕美国知道这一套终究行不通，明眼人一看就能反应过来，但是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旁人以为美国看不清局势，其实恰恰相反，美国比谁都明白本国经济已经衰落，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挽尊。相比之下，中国要显得实诚很多，这种实诚背后也隐藏着对经济的自信。
正是因为知道本国经济蕴含的潜力还有光明的未来，所以才无惧真实，能够面对最直观的数据，不用加以粉饰。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真实的美国经济到底发展成了什么样？我们要如何拨开重重迷雾，找到中美经济发展的真相？其实，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现在的美国经济只能用千疮百孔来形容。之所以在短时间内没有爆发明显的异样，也仅仅是因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惯性。其实，甚至不必进行客观分析，从美国民众的主观情绪里便可以窥探一二。倘若美国的 GDP 毫无水分，那么整个美国此时应当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尤其在经济领域，美国人的日子应该过得美滋滋，依旧如多年前那样霸占着全世界最好的资源，横行霸道。但是事实恰好相反，美国民众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溢于言表，几乎逼近历史新高。4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恰恰就是美国真实经济情况的晴雨表。其实，自从2016年美国民众推选特朗普上台，就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的力不从心。与主张开放型霸权的民主党不同，共和党向来保守，但特朗普将美国的保守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朗普搭建贸易壁垒，大搞保护主义，甚至不惜出卖盟友的利益，也要保全美国，说明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美国不行了，顾此失彼。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灯塔梦和霸主人设通通要闪到一边，苟活下来才是关键。这种非常不美国的主张既然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已经足够说明问题。2020年，拜登击败特朗普，自以为拨乱反正一般的带领民主党重新登上总统之位。可是4年时间过去了，新一轮大选即将开始，沉寂许久的特朗普人气不减反增，这就说明了问题。可见拜登的种种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提升美国经济，只是给原本糟糕的情况添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粉饰。老百姓不是傻子，日子过得好不好最能切身体会。对特朗普的又一次推崇，折射出了美国民众对国家经济现状的严重不满。另外，抛开主观情绪不谈，从客观角度分析，美国的经济也已经陷入了低谷。其实，国家的财政情况与个人的财政情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要看债务，另一方面要看所得。就债务来说，美国政府的尴尬情况人尽皆知。早在2021年12月15号，美国国会就再次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硬生生拉高了标准，用来配合美国政府悲催的财政收入。总统拜登更是签署了延期令，将债务的还款期限继续拖延。说白了，政府负债过高，如果不动用行政手段，恐怕难以交代。而这种过高的债务背后又隐藏着更多地雷，比如美国军费支出一骑绝尘，将世界各国远远甩在身后，反映出了美国不曾熄灭的霸权野心。但是曾经一场耗时甚久的越南战争就曾将美国经济彻底拽入泥潭，美国无法遏制的征伐欲望迟早会让悲剧再度重演。又比如美国政府内部的腐败难以肃清，就连即将参与总统竞选的特朗普与拜登也受到了指控，可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而就创造财富来说，美国的创新力量也日渐薄弱，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美国早年间将过多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贪图一时利益，酿成了产业空心化的恶果。纵然现在极力弥补，恐怕也是杯水车薪。美国利用强权要求各大芯片企业来美国建厂，可目前工厂的建设情况均不容乐观。一旦彻底失去制造业的支撑，美国经济当真岌岌可危。其实从美国频繁针对中国大搞贸易战与芯片战中也能看出美国信心的缺失。 GDP 只是反映国家经济状况的窗口之一，并不能代表全部，仍需我们理性看来。未来美国经济究竟会走向何方，仍需要拭目以待。许多年来，包括尼泊尔、朝鲜、泰国、越南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经找中国的印刷厂帮忙印刷过纸币，双方还签订了正式合规的商业合同。因外国钞票对于中国的印刷企业来说，仅仅只是一门生意而已。可是货币毕竟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为什么那么多外国政府会选择让中国帮他们印刷纸币呢？在印刷的过程当中，我国又能不能多印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呢？这些国家能够找到中国的印刷厂帮他们代印钞票，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掌握了过硬的印刷技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纸币印刷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算得上是顶级的国家机密，有不少苏联科学家甚至将其称为仅次于原子弹的秘密。因为一旦某个国家的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假钞，那这个国家的金融秩序就会被瞬间扰乱，久而久之，人民便会失去对政府的信赖，从而引发更加可怕的后果。所以印刷钞票是事关国家稳定的大事，而自从中国人开始独立印制钞票的那一天起，我们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个道理。我国在印钞的时候通常会采用雕刻、凹版印刷技术，
这种技术会让钞票上的人看上去更有立体感，普通的印刷厂根本做不出如此逼真的效果。就算有印刷厂付出代价掌握了雕刻凹版印刷技术，其在短期之内也是收不回成本的。而且中国的印钞技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更新。由中国印制的钞票上通常有着不止一种防伪标识，比如普通人常常会看到的人民币水印、防伪线和触手可及的盲文标识。2015年，我国在最新的一版人民币上又增加了新的防伪技术，我国采用了最先进的第2代 OVMI 动感光变油墨。用这种油墨印出来的钞票会显得更加立体，也更加难以仿制。不过，随着电子支付的逐渐普及，普通中国城市居民在出门的时候已经很少使用纸币作为交易工具了，因此假币也就没有了相应的市场。但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再使用纸币，并不代表着印钞厂就要从此停工歇业，因为他们的手中还有大量的外国订单需要完成。事实证明，中国人不仅在印制人民币的时候格外用心，对于外币产品的质量也有着严格的把控。要知道，当今的世界上一共有200多个国家，但真正掌握了自主印钞技术的国家还不到100个，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值得玩味。虽然印钞技术可以算得上是国家机密，但相关的技术本身并不是不能被突破的。绝大多数国家不会自主印钞的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成本问题。首先，一个国家的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颜面，因此其外观设计一定要显得大方得体，纸张的质地也要经得起磨损和消耗。比如印度的货币卢比就因为其纸张的耐损度太低而常常受人诟病，一些人在使用印度卢比的时候甚至会发生轻轻一碰将钱折断的尴尬场景。而且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太少，花费大力气去自主印刷货币，对于该国的财政而言也相当于是一笔赔本买卖，因为建立一套印刷货币的生产线就相当不便宜。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国家纸币印刷技术不断增进的时候，假币的印刷水平也会同步上升。只要防伪部门稍有不慎，就会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不断升级本国货币的防伪技术，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立专门像中国一样有一个可靠的印钞部门。所有由中国承印的纸币都是由中国印钞铸币公司制造而成的，这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是完全受到中国政府掌控的一家公司。但许多外国政府的货币却是由私人印钞厂制作而成的，虽然那些印钞厂也拥有着相应的技术和生产线，但将一个国家的货币交由私人印钞厂去印制，其行为本身就被增加了一层不可控的风险。比如在上世纪20年代，一个叫雷斯的葡萄牙年轻人就利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成功获得了一大笔受到官方承认的假钞。原来雷斯利用自己伪造的葡萄牙央行行长签名和印刷合同，成功骗取了一名英国企业主的信任，而这个英国企业主就是葡萄牙政府的老生意伙伴。最后这起震惊欧洲的假钞大案直接让当时的葡萄牙政府倒台了，负责为葡萄牙政府印钞的那家英国企业也彻底破了产。雷斯用自己的经历给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敲响了警钟。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朝鲜、越南、泰国、尼泊尔等多个国家找到了中国，要求我国替他们印刷货币。有的国家甚至就连硬币的制造业务也一并承包给了中国。因为自从中国的印钞厂开始承接海外业务以后，所有自中国印钞厂里运出的货币都令客户十分满意。直到现在，中国的印钞企业在世界上还是零差评的神级企业。可是在钞票印制的过程当中，钞票难免会经过印钞厂工作人员的层层转运和加工，难道就没有人对钞票产生过觊觎之心吗？如果我国企业偷偷增印了外国的钞票，又会如何呢？钱的确是人见人爱，所以印钞厂在防止员工偷偷盗走钞票的相关工作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中国的印钞厂更是力求在各个环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缺。当印钞厂的员工上下班的时候，他们要经过多道按键设施和关口，检查的项目也是繁多且细致，因此很多印钞厂的员工在上班时往往会选择提前到岗。而且为了防止有人在印钞的过程当中偷偷夹带钞票，印钞厂在厂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设置了无死角的监控探头。如此一来，偷偷夹藏印刷的纸币就会被立刻发现，当场扭送保卫科或者是公安机关。由于工作人员都需要穿戴统一的制服，就算有员工对面前的纸钞心生歹意，也根本不好下手。最后就算真的有人成功从印钞厂里盗走了纸币，
在纸币正式进入市场流通之前，还会有专门的印号人员将所有的纸币按照序号进行排列。这个时候，如果人们发现有一组或几组号码对应的纸币出现丢失的情况，那相关的调查部门就会立即介入生产，对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仔细的盘查。所以，为了防止员工盗取纸币的事件，我国的印钞厂给整个生产过程上了好几把锁，这样才能保证从厂里出来的每一批纸币一张不缺。在印刷外国货币的时候，我国的印刷企业更是将谨慎的态度贯穿到了生产和运输的全过程之中。双方在正式开工之前，往往都会签订合同。如果我国的企业在为他国承印货币的时候偷偷加印了几张，这不仅会违约，更会被国际社会视作是对他国经济主权的侵犯和践踏。况且，那些找到中国帮忙印货币的国家，大多都是中国的邻国或友好国家，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将如此机密的业务交给中国企业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去偷偷的增印别国货币，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对自身的国际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这么做完全就是得不偿失。偷印别国货币的事情只在战争时期的彼此敌对的两个国家身上发生过。二战期间的德国曾经印制了大量的假英镑，日本侵略军也印制了很多假法币在国统区流通。到了今天，国际社会中的交流靠的已经不仅仅是实力了，一个国家的信誉也是与他国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基础。中国印钞厂不断承接海外业务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国外交地位的上升。而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能够在当今的世界上拥有现在的影响力和地位，依靠的正是无数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当一个国家变得无比富强时，它的背后一定有一群伟大的人民在为之默默付出。与此同时，祖国的强大也会带给他们强烈的自信与满足，而祖国的一切也必将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